Everybody， 小伙伴们，中秋快乐呀！今天你吃月饼了吗？作为中秋节必备的美食，月饼每年都能被玩出花来，甜的、咸的、水果味的、鲜肉的、蛋黄的等等，各种各样数不胜数。今年你吃的是什么馅的？小伙伴们弹幕上扣出来，看看有没有同款。OK， 说到月饼，品牌哥这期特别策划了一期节目，专门来聊聊月饼品牌。有个叫美心的牌子，大家都听过吧？说不定有人就正在吃，或者大家翻翻朋友圈，如果遇到晒月饼的，大概率也会是美心。毕竟作为月饼界的奢侈品，美心是出了名的贵，一盒动辄200-300，一颗就得几十块。但不得不承认，美心旗下的流心奶黄和冰皮月饼确实味道一绝。看到这儿，不要怀疑咱在掐饭，谁家好人会在中秋节当天掐月饼的饭呀？该买的早就买了，咱只是想认认真真做科普。对于不了解美心的人来说，它或许就是个月饼品牌。事实上，月饼只是美心集团很小的业务。美心本体是香港最大的餐饮巨头，旗下各类中西餐厅应有尽有。其创始人家族背后更是有着传奇人生，曾为洗刷民族屈辱而建立美心，在特殊年代又为祖国做了重要贡献。所以这期品牌故事，咱就来聊聊美心集团那些月饼之外为人称道的故事。2020年11月19日，香港美心集团官网发出讣告，香港美心集团创办人之一、名誉主席伍占德于10月29日辞世，享年98岁。消息一出，国内多家媒体报道，在对他的评价里，总会有一句：创立美心是出于一份民族自尊心。没错，因为美心建立之初就是为了洗刷民族屈辱。上世纪50年代，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。虽然经济飞速发展，但殖民地里对华人的歧视现象却屡见不鲜。伍占德和哥哥伍顺德早期在香港从事影院生意，因为要招待明星、制片人，他们常去中环的一家老字号法国餐厅吃饭。某一天，伍家两兄弟照常去这家餐厅就餐，进门后，服务生将他们带到提前预定好的座位，但两兄弟却发现，这次的座位不但在厕所旁边，而且还是个逼仄的角落。其实两兄弟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安排在厕所旁边了，每次无论提前多久预定，餐厅永远都留厕所旁的位子给他们。这一次，伍占德忍无可忍，找到服务生：我们明明提前预定好了座位，为什么还是坐在厕所边？没想到服务生冷冷的回应：因为你们不喝酒。言下之意其实就是嫌弃中国人消费太少。伍占德气得直接拍桌子质问：是不是看不起中国人？但言语上的反抗是无力的。这次事情过后，两兄弟下定决心要开一间属于华人自己的西餐厅，再也没有人能随意安排中国人的座位。1956年，在香港中环联卡佛大厦1楼，两兄弟真的创办了一家西餐厅，取名美心，其含义即以一颗美丽的心服务顾客。因此，美心餐厅不是普通的餐厅，而是服务品质皆一流，为中国人着想的高级西餐厅。比如外国人开的西餐厅是不会供应热茶的，但在美心，服务生只要看见中国面孔，就会立刻奉上一杯热茶。此外，美心餐厅还开创了很多新玩法，店里专门请了法国厨师、法国歌星、意大利乐队等，时不时举办大型庆节吸引客户。开创性的在餐厅开辟舞池，将夜总会与餐厅融合在一起，成为爆火的西餐厅夜总会，甚至还请来了当时火爆全球的披头士乐队演出。就这样，伍家两兄弟把美心餐厅经营成了香港最受欢迎的高级西餐厅之一。而在这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西餐厅里，再也没有人敢左右中国人餐桌的位置。不过在香港这个地界，西餐厅永远有更厉害的对手。1962年，希尔顿酒店和文华酒店也模仿美心，在西餐厅里设置夜总会，美心无力与其抗衡，生意一落千丈。转机发生在1970年，日本大阪举办世博会，伍占德带着一批中餐厨师前去参加，中国美食瞬间成为全场焦点。中国香港馆参观人数破了纪录，达到19亿。意识到中餐的市场潜力后，伍占德回到香港就下定决心将重点转向中餐厅。首家中餐馆翠园于1971年开张，一举成为尖沙咀的龙头食府。再后来，香港颐和集团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置地在1972年加入美心，成为股东。至此，美心借助置地提供的物业走上了大发展之路，旗下餐厅进入了香港地铁沿线各站。而美心集团进入大陆市场的契机还要从1979年说起。彼时，中国刚刚改革开放，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，中美航线即将开通，但首都机场却被飞机配餐的供应给难住了。
那时候国内的飞机根本就不提供餐食，只会在走廊摆上热茶，乘客想喝自己去倒，连邓小平同志坐的专机上都只有一个面包一杯茶。有领导回忆，那个面包硬邦邦的，味道实在是不敢恭维，因此当时首都机场还没有配餐车间，也没有配餐经验，很难立马组建成熟的配餐公司。美国那边得知后就建议中国可以让飞机先飞日本，让日本来搞定配餐。但是中途有经停站还能算中美直航吗？更何况泱泱大国如果连飞机配餐都搞不定，国家尊严何在？就在相关部门一筹莫展之时，有人建议找香港的餐饮龙头美心集团试试。伍占德女儿伍淑清听后，立马找到父亲，向父亲介绍内地的改革开放和遇到的困难。父女俩越聊越兴奋，当即决定替国家接下这个重任。伍淑清则作为代表多次前往大陆商谈，即使他不会说普通话，只能靠文字交流，也没有丝毫退缩。看到这儿，可能有小伙伴会怀疑，既然是你情我愿的商业合作，有这么困难吗？大家要想想时代背景，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呢，到内地投资属于企业之间的合资。更关键的是，那时刚刚改革开放，内地还没有任何一家合资企业。说白了，哪怕关于合资的法律法规都完全是空白，双方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去办，怎么给美心集团一个保障。最后伍淑清干脆不想那么多了，直接说道，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我们讲究一诺千金，只要彼此信任就行了。于是在没有任何合约、保证书、法律条款等书面文件的情况下，只靠口头协议，双方达成了合作。但这只是开始，事情真正推进的时候又遇到了很多问题。首先，国内缺钱缺外汇，暂时拿不出合资的钱。伍占德得知后表示不重要，就用配餐场地做投资吧，折合人民币300万。紧接着合资股份分配的问题来了，内地这边提出直接对半分，公平公正，对谁都好。伍占德却拒绝了，表示一定要把主动权让给国家，内地占股51%，留给美心49%就行。而在合资公司的人员分配上，董事长、总经理这样的要职也全都交给中方人员担任。就这样，公司合资的问题顺利解决了。距离美方要求的1980年5月通航日期也越来越近，没想到又遇到了新麻烦，机场这边的审批资金迟迟下不来，配餐车间的设备无法购买。紧急时刻，伍占德大手一挥，以个人身份拿出200万美金垫付。要知道，200万美金在当时的香港可以买一栋楼。别问为什么这么豪爽，问就一句话：我们都是中国人。解决了钱的问题后，美方又不合时宜地提出了个新要求，为了保证配餐车间食品安全，必须用欧美设备。但是当时欧美很多国家对中国采取禁运态度，有钱你也买不着。伍占德只好再次出手，利用自己香港人身份订货，先发货到香港，再转运内地。至于其中的风险，当然也是由他来承担。最终在美心的不懈努力下，双方搞定了合资的一切。1980年3月，中国历史上第一间合资公司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正式诞生。2个月后，中美正式通航。邓小平同志亲自感谢了美心集团，民航局也给美心8个字：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注册编号是001，为合资忙前忙后的伍淑清后来也被称之为001小姐。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，伍淑清也响应号召，在内地先后投资了16家公司，这其中就包括咱们吃到的美心月饼。1987年，美心集团的中餐厅推出第一款自制莲蓉月饼，独特的口感让莲蓉月饼在香港大火。至90年代初被引进到国内，凭借深入人心的各种口味流心月饼，逐渐成为顶流。而且美心月饼也很会营销，早期玩过饥饿营销，想买也买不到，甚至需要代购。宣传上，美心喜欢联名，每年搞出点新花样，比如星球大战、钢铁侠、蜘蛛侠、迪士尼、泡泡玛特等数十个联名款，为无聊的月饼市场添加点乐趣。当然，月饼想要卖得好，味道最重要，这得益于美心专门的点心业务，比如美心西饼店。另外说来大家可能不了解，当年星巴克就是美心集团引进到香港及内地的，而现在整个大中华区星巴克店里的点心甜品也是靠美心集团来供应。最后再简单和大家聊聊伍占德之女伍淑清的公益爱国故事。伍淑清在国家大事上从来立场分明，对于能够帮助国家的事情也是毫不犹豫的就去做。他非常支持教育，认为爱国要从教育开始。2000年，他建立中华基金中学，主张学生走出去，关心世界形势。
他拜访专家，编写历史书，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知道真实的历史，以史为鉴。每次带香港孩子到内地，必去天安门看升国旗、唱国歌。他还向港府提议，香港的学校要升国旗、唱国歌，学习中国古代文化，让学生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。此外，他还走遍了国家的山山水水，先后20次为西藏儿童提供健康检查服务，支持成立希望工程，支援贫苦儿童教育，支持中国名校事业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他向清华、上海交大等名校捐赠大批教育建筑，援助大量建设人才的培养。据统计，他至今为止为公益慈善事业捐款达到3000多次。他毫不犹豫、立场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。他说：“我因是中国人而骄傲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伍淑清一生忙碌事业，如今76岁仍没有婚配，在古稀之年悠然来回奔波，为国家呐喊出力。2020年，伍淑清因为他20年持之不懈的爱国爱港行为，以及在联合国的慷慨陈词，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。颁奖词写道：“他不仅有美心，还有良心。”